在将会最新的 B42 版本中，枪械的两个初始职业警官和老兵到底谁强，争议非常大。警官多了2级瞄准和相比老兵多了4点特质点，有优势吗？老兵的麻木不仁、免疫恐慌和不适，真的有必要花8点特质点买吗？今天我解包了游戏源码，把所有的数据拿出来算数学期望，并且准备了3套加点来进行比较，让我们看看到底孰强孰弱。首先直接省流，大部分情况下警官占优，在魔窟一下子见到一大群僵尸的情况下，在中远距离老兵占优。3套加点，警官的2套分别是瞄准4和瞄准5，分别如下：固定满恐慌，最极端的情况下使用不同枪械类型，三者的对比如下：使用手枪，使用步枪，最后是使用霰弹枪。可以看出，满恐慌的情况下，近距离时三者的差距并不明显，而到了中远距离，老兵凭借着免疫恐慌惩罚的优势断档领先。但是实战中，恐慌并不是一直在最高一直不下来的。对于瞄准4警官来说，恐慌达到3级时和老兵有明显差距，而瞄准5警官由于多了1级瞄准，抗恐慌能力明显变强，只有到了4级恐慌时才和老兵有明显差距。接下来正式进入计算环节，以霰弹枪 JS2000 为例，这个游戏的霰弹枪弹丸每个弹丸是单独计算命中，而暴击是一起计算。在轻狮群的环境下，假设每个弹丸都能够参与判定，这把枪基础命中为65，每一级瞄准加4，基础暴击为70，每一级加10，爆伤为12倍，伤害区间在 1.5 到 2.2， 取平均值 1.85， 那么伤害期望就可以计算如下。对于命中和暴击，第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距离。枪械有2个距离加成的计算公式，第一是最佳射程，一把枪有一个最佳的射程区域 ，JS2000 是3到8，所有的枪在这个区间使用的加成公式为。代入 JS2000 的枪械数据化简后，我们得到如下公式，绘制成函数图则如下所示。可以看出，这个是以距离 x 等于 5.5 为对称轴的轴对称函数，也就是说，在距离为 5.5 格的时候，命中和暴击都加15个百分点。另一个计算公式是小于 3.5 格的时候，这里的计算很简单，距离加成等于40乘以括号1减距离除以 3.5， 也就是说，距离越近加成越高，理论上贴到0格时可以加40。那么在距离3到 3.5，这里2个函数重叠的部分，小浣熊在这里的代码是选择取最大值。由图可以看出，两者大概在 3.36 格的时候重叠，同时也是加成的最小值，只有 1.6。第二个要考虑的因素是恐慌，这也是警官和老兵区别最大的地方。在游戏里，恐慌有0、1、2、3、4、5个等级，恐慌值达到一定阶段时就会提升，对应的表格如下。而普通角色在不考虑特质和药物还有距离的情况下，每看见一只僵尸会加7的恐慌值，也就是说，在看到第12只的时候会达到最大4级。如果没有新增可见僵尸，则会随时间慢慢恢复。在开局默认的状况下，1倍游戏速度为每秒降低 1.8 恐慌值，所以我们玩的时候经常会看见恐慌的图标出现一下就消失。恐慌之类的命中负面惩罚在距离 3.5 格这里有一个分水岭，大于等于 3.5 格的时候，算公式为 P 等于恐慌等级乘以括号4加 0.5 乘距离，比如恐慌4就是16加 2D， 小于 3.5 格的时候，还要在这个基础上乘 17.5 分之 D。 整个公式如图所示，暴击没有这个分类计算，都是按照下面那一行公式进行计算。比如说距离3格的时候，命中惩罚扣 3.77， 而暴击则扣22。第3个因素是移动惩罚，公式为，其中距离系数的计算是这样的，移动累计值为0到70，在正常游戏速度下，持续移动约 1.17 秒会涨到70，而从70完全静止恢复到0，大约需要 2.33 秒。在清理狮群的时候，往往需要不停的移动，所以我们计算的时候都按照最大70来进行计算。而这里的命中惩罚也适用于前面说的 3.5 格分界线，也就是小于 3.5 格的时候要乘以 17.5 分之 D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里的灵巧还会影响瞄准移动速度，
警官在举枪瞄准状态下移动速度为基础速度的 0.77， 而退伍军人则为 0.7。综合以上因素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计算了。首先是距离加成，两个距离加成的公式在距离 3.36 格相交并取最大值，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公式如下：恐慌惩罚老兵固定为0，而警官则为16加 2D。移动惩罚老兵为 6.65D， 瞄准4警官为 6.125D， 而瞄准5警官则为 5.95D。又因为在距离小于 3.5 格的时候，正面加成要除以 3.5 分之 1.1D， 而负面惩罚则要乘 17.5 分之 D。又因为在游戏里，命中和暴击都是有上下限的，其中命中大于等于5，小于等于100，而暴击大于等于10，小于等于90。经过计算，在距离小于 2.21 时，三者都达到满命中和满暴击，因此三者的单发伤害期望相等。随着距离增大而出现差距，不算背包等因素，全部带子弹，力量9总共可以带284发，在枪内6发，而散装有278发，可以得出总伤害期望。实战中还有一个跟伤害无关但是比较重要的因素，装弹和排障。老兵初始比警官多一点装填，并且没有恐慌导致的装弹和排障惩罚。两者的比较如下：如果在极端情况下，老兵这一点或许会救一命。最后再提一下麻木步人所免疫的装备不适，我认为这一点是完全可以忽略不看的。目前装备不适不仅需要很高的不适值才会开始累计压力值，并且就算不适值堆到了150，到达1级压力也需要游戏时间的1个小时，所以这点实际上几乎等于没有惩罚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看完这个对比，你会选择哪个呢？